這不掉也沒有辦法啊。有的时候我們公共交通做的太多了以后，你看这个马路上它没有車了，它不堵車了。然後我們隨便打開一個這個地鐵的線路啊，給大家檢查一下。地鐵1號線這個車輛取代率達到 62%， 2號線達到了 94%。接下來我覺得這個公共交通沒有必要再為他們做了吧，這個路上車太少了，沒有那種堵車的樂趣啊。現在我們城市需要重工業或辦公區需求了，也就是說呢，需要為他們蓋一點商業。哎，這裡怎麼回事？這裡好像有一個商店啊，在火車站前方還能倒閉啊。這個商店開的也是沒誰了。來，我們把遊戲加速一下啊，看它能不能蓋起來。很奇怪呀，已經規劃了。哇，正好再看一下這個車流量，這個人密密麻麻的，看着跟螞蟻一樣。哎，然後商店也蓋起來了，多媒體銷售中心 ，OK， 沒有問題啊。然後我們去蓋商店的話，想一下，我們去哪兒？好像在另外一個方向啊，這個才是我們正在發展的區域。然後現在有商業需求了，我們檢查一下這片地啊，好久沒有做那種賺錢的工業了。然後我們看一下信息，這一片是自然資源。哎，這裡竟然有石油。然後這個地形看起來好神奇啊，中間是石油，旁邊呢是一些森林。也就是說這裡可以做2個工業啊，但是我們不缺錢啊，現在城市還有1500萬，把這裡圈起來啊，圈起來以後我們開始做石油工廠。最好是能把這個土地的高度給降下來，這樣我們挖石油可以更方便一點啊。用到平整地形的工具，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高度啊，高度好像是40，直接塗抹省事一點。這樣的話，我發現就不用我們去做河堤了，要不然這個彎道去做河堤的話，得做好幾分鐘，太麻煩了。只需要把它平整一下，你看我們挖石油是不是可以更方便一點？至於那些樹木的話，我們可以不用在意啊。一會兒這個石油開採的時候啊，這個樹木它會自動的變黑變黃，然後乾髮就會變得枯燥。這個時候我就推薦大家可以勤洗頭，這樣說沒有毛病啊。然後我們找一下原來的那個2車道公路，我們把這兒當成一個主幹道。啊，這個彎道看起來好像確實不太好把握啊，這裡面的水太深，我把握不住。然後這邊呢，我們可以拉一個直行，但是奇怪的是，這裡為什麼變成一個高架了？我們把它強制一個地面，然後和前方的道路呢，讓它重新連接一下。這個區域的公共交通我們就不再做了。就奇怪的是，這個工業的道路它看起來比我們的主幹道還要寬，但實際上它也是4車道，太違和了，還是把它升級一下吧。小型工業道路啊。這樣好一點。然後呢，我們先讓它和旁邊的主幹道拉一條直線。哎呀，我去，好久沒有拉直線了。至於這條小型的工業道路呢，我們可以想一下，比如說這個石油的行政區，我們可以把它靠近居民區一點。然後內側呢，這些自然的環境，我們把它全部當成一個生產區。而且這裡正好挨着一個大海，我們可以刷一點資源，然後在海裡面呢也去挖石油。海裡的石油好像更多一點。把這裡也連接了 ，OK。然後這兒的話，如果說堵車了，我們就坐公共交通；如果它不堵車，我們這個行政區就這樣吧。不知道夠用不夠用啊？這2個試一下。比如說，我們現在打開工業的選項，找到這個工業，找到石油業，然後呢，先放置一個石油工業主樓，把它放在這兒吧。哎，這個格子正好放得下來。或者應該把它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。你看，阿米地鑽井區，這個石油的主樓它還自帶了有停車位啊，也就是說我們暫時不用為他們規劃停車場了。然後這個水電的問題，水比較簡單，我們直接拉過來。其實電的話，我們完全是可以在旁邊放一個燃油發電廠的。但這個遊戲我發現它有一個缺陷，就這個燃油發電廠呢，它比較容易缺少燃油。它一旦缺油，然後整片的生產就會暫停的。我們不能讓這個石油區自食其果，在旁邊先暫時放一個風力發電機，或者一個水面的啊。水面的話，看一下它能不能連接在一起。
比如說我们先把它放在这儿，游戏是3倍的一个速度，你看它转动了以后，它可以产生20兆瓦的電量，也就是說我們這工業區2兆瓦其實應該差不多了，夠用了。然後繼續來放置的話，需要我們提前把這個區域給規劃一下，比如說找到這個區劃工具啊，工業啊，這個是工業區，刷子大小先調小一點，由這個主樓的範圍慢慢向外擴散，這一點大家好多人學不會啊，搞不明白，其實就這麼簡單。然後呢，我們這個時候再把刷子大小調大一點，直接把它畫到中間的生產區，這樣來說擴到這兒以後，我們就可以去放生產單位了。就這個名字有點太繞了，一會兒把它改一下。放完主樓了，來我們接着去看一下其他的建築啊，比如說現在石油工人的宿舍，宿舍得提前放置了。宿舍的話，我們把它放在斜對面吧，為了讓它不堵車，然後我們把這個宿舍的朝向問題啊做成南北的，這樣南北通透一點，然後我們的房子就比較好賣。不，3個夠用嗎？想一下，每個宿舍它可以入住40名工人，提高115%的工作效率。哎，家家戶戶還有空調啊，那麼現在40多度的話，完全就不用擔心了。來，我們接着建設。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建築啊，這是一個石油工業的維護樓。我發現畫了這幾個小格子以後，正好可以放得下來，不能挨得太近，太近了不好看。然後油泵，這些都是一些生產單位了。工業石化產品倉庫、原油儲藏窖，我們可以把這個倉庫呢先放在工人宿舍的旁邊，方便這些工人進行看管，這樣都不用雇保安了。然後這個好像是一個模組，我們直接放4個吧。接下來我們就要去生產石油了。生產石油之前，還得把內部的道路擴建到這兒，然後我們用一個小型的工業道路啊，讓它繼續延伸。先這樣走吧，這樣會不會有點浪費啊？不浪費，這邊也需要向前延伸，留在這兒可以。生產區直接這樣啊。也不用擔心90度的問題了，這裡也沒有別的區域，去找一下生產單位，比如說這個小型的油泵。這個小型油泵的話，我覺得我們應該先放大型的建築，把那些大型的建築放的差不多了以後，再用小型的去填縫。這個大型油泵呢，我們先放置3個，3個應該夠用了，盡量讓它靠近這個資源稍微近一點。然後電源的問題啊，先不着急，我們看一下它工作的一個原理。就是這個我解釋不清楚。然後這樣啊，我們用這個電線桿呢，先在旁邊讓它去連接一下。一方面啊，這個電線桿它在我們的工業區，它可以當成一個裝飾的作用。生產單位已經有了，接下來我們要把這些原油啊，要把它變成一些成品，然後賣給我們城市的這些居民們。這個分解廠呢，它不用佔用我們的資源，所以可以把它放在沒有石油的一面。石油化工廠，然後這個區域也來一點吧，讓這些汽車呢每個方向都要有。我們在建造的同時，這些汽車已經出動了。廢油的話，想一下，廢油先靠在這兒吧。石腦油裂解廠，哎，這個建築比較大，先把旁邊給佔用了。大型原油灌區，它也是一個倉庫，就這麼簡單啊。如果說我們按照這個必需品的話，現在這些建築已經放置整齊了。然後我們檢查一下它的生產速度啊，現在利潤總額每周是虧欠7344，也就是說呢，現在生產出來的資源還沒有達到距下一級所需要的工人數，現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，工人是夠的。也就是說，這個資源到500以後，它馬上會升級到第2級。對面的這個鑽井啊，它的貨車會把這些原油呢先放到這個倉庫裡。然後旁邊的生產單位，他們需要原油的話，需要開車再去倉庫裡面把它拉到這兒，這就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生產線。OK， 石油化工廠現在已經2級了，每周虧欠7000多，已經變成了每周虧欠3500，也就是說升級下一級的工人數還是夠的，生產資源單位還差1000多人，那我們就讓它生產的再快一點。然後生產單位多了以後啊，我們為了賺更多的科郎呢，我們可以在這兒再加一個獨特工廠，比如說這個家用塑料製造廠，它的原材料呢全部來自於我們的石油區，
把它放置了以后啊，你看我们再把它的进度可以提到150%。这样一来，旁边的石油裂解厂呢，他们生产的塑料就会送到我们的家用塑料制造厂。哎，这样就恢复正常了。你看，市民也都过来了。奥利给呀！油罐车，工人。至于中间呢，我们现在可以切换一条道路，比如说用到一条双车道公路，这個就當成工業區的一個內部的道路。石油區終於3級了，哇，找個近處給大家看一下啊！你看，我們石油區剛剛3級啊，然後建設了沒有幾分鐘，周邊的樹木已經枯萎了，已經不再綠了，這不是一個好的兆頭啊！檢查一下，這邊的石油好像不是太多。那麼我們現在可以用資源刷子在這兒稍微刷一點點，刷在這兒吧。再把鑽井平台我們現在放在這兒，它生產的資源現在應該是肯定夠用的。至於旁邊的空地呢，如果說我們繼續去加生產的話，可能在後期會堵車的。然後我突然靈機一動啊，我覺得可以在這個位置我們繼續發展一個污水處理廠，覆蓋空白區域的同時呢，我們也可以在這兒進行一部分的裝飾啊，不能讓這個污水排到海裡面，我們盡量要用到內陸的污水處理。隨便放吧，直接來3個。那麼接下來做美化就比較簡單了，第一步先把整個區域塗成水泥地，把邊緣的這個地方給它塗整齊。OK， 就這樣吧，簡單的堆放了一點資產啊。然後這個區域呢，現在有那麼一點像工業區的樣子了。廢品處理現在已儲存3200，也就意味着我們這個區域呢，廢品處理現在也不用擔心了，兩個邊緣都有廢品處理廠，把它放在一個可以裝飾的地方，是吧？現在裡面油罐罐的什麼都有。